常熟，一座2000多年历史的江南名城，江南诸城属常熟最闻。从蓝天白云到古朴宅院，从流淌的河水到静立的古塔，常熟用它独有的方式展现着江南的细腻与柔情。这一集，我们告别了常见诗中的破山寺，终于来到了常熟城市的原点——方塔。我们现在来到了常熟这边的方塔。那么多爷爷奶奶在喝茶，好舒服的。这个碑上写的是常熟是城市原点，它是地理上的城市的原点，也是文化含义上的城市的原点。常熟的这个方塔，它又叫崇教兴福寺塔。然后它始建于南宋的建炎4年，差不多1130年左右。从下到上一共是有9层，这种好像都是木结构的这种。然后像江南地区的话，其实比较流行这种宝塔，像那个常熟的话有方塔，就是崇教兴福寺塔。然后像江阴的话有兴国寺塔，苏州的话有瑞光塔。无锡有什么塔我也不知道。苏州还有一个虎丘塔，它是一个斜的塔。像杭州有雷峰塔。这个方塔以前听说是可以上去的，但是现在好像已经不对外开放了。以前我上过苏州那边北寺塔，也是那个一层一层，越往上就越窄。方塔原名崇教兴福寺塔，是仿唐砖木结构的9层方形宝塔。始建于南宋建炎4年，即1130年，是一位高僧为镇山守城而建，历经数代，跨越100年才得以完工。屡次毁于战火，又屡次重建。现在的塔身是1904年重建的，又在60年代抢修，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原来的佛寺已荡然无存，如今的方塔坐落于方塔公园内。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常熟人对这座宝塔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怀。这个俨然变成了一个老年公园。韩徽面馆，那来，这里。始于2002年。这个还好，也没有特别老。不是啊，但是它连锁的。你吃什么？我吃虾爆鳝，这个多少？你呢？大丁要不要？鳝糊面炒的。再给个宽汤面少一点。哪碗宽汤面少一点？对，我个这虾爆鳝。虾爆鳝的对，宽汤面少一点。对。那在这边等的对吧？来，在这边呢。加了虾爆鳝、宽汤青面1碗鳝糊。这个是我昨天学的那个什么，它那个面，这个面多的话叫重面，面少的话叫轻，对吧？然后宽面的宽汤就是汤多一点，然后紧汤的话就是汤少一点。这个我们的，我是这边还是那边啊？这个勺子一个是你的。你弄的鲍鱼是吧？虾爆鳝，但是这个它没有那个，是福山一品线他们酿足。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常熟南门外，从马桥大街，感受一下这边的市井气息。
在这个常熟的大街上，感觉一股浓浓的江南市井气息。走马桥也叫南门潭上，南门潭上在常熟古城南侧。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在明洪武年间建有风、雨、雷、电4个神坛，此地又地处古城南侧，所以叫南门潭上。古时候，这里是常熟最繁华的地方，到如今也依旧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茶馆、酒楼、肉铺、南北货店一应俱全，千百年过去了，这里依旧是江南水乡，当地人依旧过着传统的生活，在日复一日间，在吴侬软语里传承了一代又一代。我们既然是传统的文化营，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听书了，好像是平台。这个是我一个方言圈的朋友推荐的这个地方，老年大学，不知道能不能进。其实像苏州的古城区的样貌，其实跟常熟这边也差不多。我们作为游客来看，可能这些古色古香啊，就觉得很悠闲自在。但其实你生活在里面，并不一定觉得很舒服，因为他们有的地方是没有卫生间，它只能用老式的那种马桶。口了而已。总是好样子，爱情月月他想着白花。不如把你呀，精神依旧生猛烈，把爱酒拿来是深水。其实这个平台对于我们这种研究方言的人来说，其实压力已经不大了。但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听惯，所以说其实大部分能听懂。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个别的一些字词的发音和我们平常使用的方言是不一样的。因为苏州平台它用的是平潭苏州话，它已经不是现在通行的苏州话，就是不要说现在更年轻一代的，就算老年一代，它就是这个发音已经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声音就是像我们说的话，这又不完全像，有没有这种感觉？虽然它是苏州的方言，但它已经不完全是苏州的方言，因为它是一种原来的苏州话，现在应该叫做平潭苏州话，它是区分翘舌音，然后一些特别的一些韵，然后包括一些声母还是有差别的。那现在其实现在很少人说这种话，只有通行在平潭这个里面。听完平潭，我们也即将前往下一站。下一集我们将前往拜谒东南文宗钱穆斋，还有他的夫人河东君柳如是。